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这些害你的人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镇北王，你放肆！咱家乃是陛下钦点的钦差，你竟然叫咱家死太监！莫非你是想让咱家回宫，在陛下面前参你一本不成？要宣便宣，不宣便滚！等着吧，有你哭的时候。镇北王听旨。宣。既见圣旨，为何不拜？哦，接旨是要有接旨该有规矩。让他跪下宣。是。镇北王，你要造反啊！咱家手持圣旨，如同陛下亲临，你竟敢藐视皇威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为什么屁话？快脱！这个粗鄙的武夫！本王让你宣旨，你为何还不宣？哼，难不成是看不起本王？来人，将他乱棍打死！是。宣！咱家这就宣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王刘宇戍守漠北有功，特准孤身入京城领赏。镇北军一应兵权，暂交由陈大班带领。钦此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，让我将这镇北军的兵权交于你手上，之后我独自一人，两手空空的去京城领赏，是这样吗？镇北王明事理，既然听清楚了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把虎符交出来，收拾收拾，进京领赏吧。陛下还在宫里等着呢。你们笑什么？莫非要抗旨不成？邱鹏，末将在，拖下去，将他斩。是。镇北王，你要造反啊！造反？当今天下贪官污吏遍布州郡，横行不法。如今朝上奸佞之徒结党营私，管辖圣听。本王此次之举，是为了清君侧逆，除奸邪，怎么是造反呢？诸位，在，可否愿与本王一起举事？奉天靖难，还天下人一个朗朗乾坤。为镇北王，马首是瞻，马首是瞻，马首是瞻。王爷，京城到了。京城是个鲁士，总算回来了。上是欺我的血战，误无名，这个是孤王定要连板带利的讨回来。走，闪开，闪开，都闪开！哎，你们是哪来的野路子兵汉？满身的土腥味儿。今日乃是新科状元游街，队伍就在后面，你们敢挡状元的路，真是活腻歪了！哎呦，什么狗屁状元，也敢拦我们家王爷的路！这位将军，还请手下留情。这位将军，还请手下留情。草民刘琦见过镇北王。上世我与刘琦明明在朝堂议事时，才第一次召见，他怎么会在这时就认出我？莫非这一世的武技已经变了？你认得本王？哈，王爷您说笑了。您戍守漠北整整10年，凭一己之力将匈奴击退千里，使漠北百姓再无兵戈之忧。我大前儿郎无不以殿下为楷模，民间画像流传无数。若认不出，那便是草民的罪过。既然如此，
那你说说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让本王给你上路？好，王爷恕罪，草民并无此意，只是今日草民以新科状元身份游街，关系到朝廷颜面，若为兵卒让行，这传出去，岂不让世人笑话？我大前重以轻文，还请王爷考虑到朝廷的颜面，派他一样。若是本王非要你上路呢？啊！镇北王，难道您连朝廷的颜面都不顾了吗？状元郎，莫要怕他，他不过是一介藩王罢了。今日你高中游街，关乎朝廷颜面，岂能说让就让？今日若是让，那岂不是让天下人笑我们读书人没骨气？怕他一介武夫？说得对，这镇北王不过是沾了宗师血脉的光，才敢在京城逞凶。我们这么多读书人在此，只要团结一心，难道还怕他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粗人不成？就是。尔等可知，在漠北草原上敢忤逆本王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那又如何？这里可是京城，是我大前的首都，难不成你还敢杀我们不成？哈哈哈！杀我就凭你刘宇这个废物，别以为当了10年镇北王，大家就不知道你从前在京城里的缺能样。我看啊，你那镇北郡平定漠北的功劳根本不是靠打出来的，是你给匈奴人下跪磕头，求人家退兵，求来的吧？闭嘴！王爷，此二人满嘴纷纷，辱您威名，辱我镇北军，末将请命，立刻诛杀这2个不知死活的僚子，为您和兄弟们证明。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没有胆量的废物，只敢在漠北吓唬吓唬人，到了京城连我们一根手指头都不敢动。哎呀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今日你若是不杀我，就不配做我大前的藩王，更不配统领这镇北郡。我们把脖子亮给你，有种就动手，别做那没卵子的废物！杀呀！王爷，在漠北，那匈奴人都是跪着求我不要杀，没想到回了京城，竟然还有人求死。虽不舍得这份新奇体验，但我乃大前的仁德之王，你的所求，本王自当满足。这杀人了！这北王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还有谁想死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镇北王，你疯了吗？这是京都，不是漠北，在京都杀人，这是目无王法。你难道是想造反吗？我操！谁给你勇气这么说？九鹏，教教他说话的规矩。是王爷。刘宇，你敢！我可是陛下钦点的新科状元，你若动我一根手指头，天下读书人皆会与你为敌，日后绝不会为你效力半分。我呸！就凭你，也配代表天下读书人？边境数万万百姓，哪个没有受到王爷的庇佑？边境的私塾，哪个不是王爷拨钱盖的？想跟着王爷共事的读书人，从京城能排到雁门关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拿读书人当挡箭牌！可我是新科状元啊，陛下钦点的。当今大前，奸妄当道，贼子乱世，天下人心早就散了。你出了这京城城门，再说你是状元郎，你看有几个人会认你？动作快点，别磨磨唧唧，浪费时间。是王爷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可是状元，我要告诉陛下。喂，别乱动，本将被清醒了，不疼。哎呀，这是过分了！刘宇，我要惨你！今晚在陛下面前惨你，惨得你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正如我意，走不见。
陛下有旨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臣御史大夫司马瑾有本上奏。准奏。臣弹劾镇北王刘虞3大罪状：一罪目无王法，带兵强闯京城；二罪草菅人命，在京城嗜杀如生；三罪藐视大钱，折辱大钱颜面。此等目无君王败坏朝纲之举措，若不惩处，怎正国法，怎服民心？请陛下下旨，将刘虞打入天牢，削去其镇北王之要职，待秋后处斩，以正我大钱视听。臣等附议，臣等请陛下严惩镇北王。镇北王。不枉我昨夜在老师府前跪了半宿，求他出面弹劾。如今满朝文武施压，刘宇，就算陛下想护着你，也难堵这悠悠众口。这次我看你还怎么嚣张，还能不能保住这条命？哦，竟有此等事！刘宇，你可知罪啊？哼！本王何罪？这满朝文武有哪个肯定同的罪？刘宇，你竟敢在金銮殿之上拔剑，这是殿前事宜目无君王之大罪。此等目无纲纪之徒，留不得呀！微臣请命，即刻将刘宇拖出殿外，力斩，以正国法。看来是本王没说清楚，就凭你也敢给本王定罪？刘宇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朝堂，这是陛下的金銮殿，你敢在此行凶不成？对，是这行凶不成。哼！刘宇，你放肆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你想造反不成？陛下息怒，臣怎敢造反啊？臣只是认为这朝堂中有奸佞之臣，臣想把他揪出来，还一个干净的朝廷，怎么会是造反呢？陛下，您听听啊！这镇北王不仅殿前失仪，还拔剑威吓百官，还把这脏水往臣身上泼呀！臣世代忠良啊，从太祖先朝起就为大钱效力，代代都是清官呐，何来奸佞一说？世代忠良，代代清官。老东西，你说这些，不让满朝文武觉得可笑吗？哼！臣子入朝30载，除了朝廷俸禄之外，我未拿黎民百姓一分一毫。王爷，是吗？司马进，沧州人士，西平3年做官时，家有良田300多亩，农庄5座，做官30载，良田暴涨至7000多亩。农庄数百座，另外还有20个商行，日进斗金。司马进，这就是为官清正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哼！臣司马家族100余号人，难道都靠我的俸禄生活不成？他们能有今天这份基业，是靠自己做买卖、下地耕种、勤劳换来的，跟我在朝为官有何关系？怎么，还想在这殿前行凶不成？这殿前有陛下，有文武百官，你敢？好一个各凭本事！各凭本事指的就是让族人仗着你的名号霸占农民良田，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，靠卖儿卖女而生吗？胡说胡说！那是因为他们穷，没有钱才卖的，关我等何事啊？啊！好一个没关系！住手！住手！哎呦我的天妈呀！启禀陛下，
祸乱朝纲，鱼肉百姓的反贼已然伏诛。只是臣在朝堂动手，破坏朝堂规矩，请陛下责罚。好，来人呐，快把他拖下去！真是好算计，先坐视司马瑾贪污，再杀奸立威，最后主动请罚，罚他朕成了昏君，不罚又嫌朕管不住了，手握80万镇北军，这哪敢动啊？臣破坏朝堂规矩，请陛下责罚。左相，你觉得朕该如何处置镇北王？启禀陛下，老臣以为陛下不该罚镇北王，还该赏赐才是。若罚了锄奸的功臣，日后谁还敢为朝廷出力，为百姓伸冤？左相言之有理。镇北王虽然行动鲁莽，但毕竟是爱国之举，该赏朕就赏你黄金100两，另外再加上西域进贡的红宝珊瑚一则。微臣叩谢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！免礼，这都是你应该得的。对了，朕派去漠北传旨的陈大办，怎么没见他跟你一起回京呢？陛下，您说的是陈公公，他现在就在此殿中。哦，他在殿里，他人在何处？陛下，陈公公要臣把镇北军的虎符交给他。镇北军是守国门的兵，岂能交给一个太监？臣就想，他一定是拿了假的圣旨传给臣。臣一怒之下，就把他给杀了。没能活着带回来对质，是臣的错，请陛下责备。好，你很好，镇北王，你可真是朕的武功之臣呐！陛下，臣弹劾镇北王刘宇目无君父，就算陈公公有罪，那也是陛下的家奴，岂能由他私自斩杀？李侍郎所言极是，陛下，镇北王说陈公公假传旨意，却拿不出半点证据，仅凭他一面之词就斩了人。若就这么轻轻翻过传出去，岂不让天下人说陛下偏私？这哪是明君所为？陛下应严惩镇北王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彰显我大秦国法的清正，让文武百官心服口服。证据，本王当然有证据。那道假传的圣旨，至今还好好收在臣的营中。陛下，您要臣把那假圣旨带到朝廷上，让满朝文武都齐过去。那陈公公是怎么假传的旨意呢？镇北王，这是又替朕斩了身边一害呀。至于证据，不必了，朕信你。谢陛下信任，臣愿为陛下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陛下，镇北王斩杀假传圣旨的宦官，又为大秦除了一害，此乃大功，陛下应当重赏，以彰忠义。好你个奸佞小人，竟敢与藩王同流合污，祸乱朝纲！你对得起左丞相的官位，对得起陛下的信任吗？陛下，有功当赏，有过必罚，这是国法。纵使陈公公有罪，那应该由陛下发落，岂能由镇北王私自斩杀？要是人人学他先斩后奏，我大秦颜面何在？我大秦威仪何存呢？陛下，你竟敢当众羞辱本相，眼里还有半分长幼尊卑吗？镇北王杀陈公公，是防宦官掌兵权，乱朝纲，乃忠义之举。你偏要替宦官说话，让那些无根之人再祸乱天下吗？你胡说八道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陛下，请降罪镇北王，严惩不贷，以正我大秦国法。右相，你怎么看？启禀陛下，老臣觉得李在平说的有几分道理，右相高义。但是左相说的也极有道理。镇北王此举有功也有过，但功远大于过，所以老臣觉得应当重赏而是。狗
狗贼！陛下，请千万不要听信这奸佞之言呐！便衣右相所言，朕就赏你京中府邸一座，宫女100名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谢陛下恩宠，只是这3个胡乱私语、肆意污蔑的恶举，陛下需要处置。好，朕便依你所言。只是你打算让朕如何处置他们？自然是让他们以少示众，在一灭3族，以儆先妖。皇上啊，饶命啊，皇上！陛下，臣等是一片忠心啊，何以要招灭族之祸？求陛下饶臣全家。处置是不是太重了？右相，你觉得呢？镇北王，这李在明3人好歹对陛下是一片忠心，又是言官，本就有禁谏不罚之权。纵然失了分寸，可若斩首灭族，岂不是显得我大前无容人之量？王爷，可否高抬贵手啊？高抬贵手？他们当众弹劾本王，质疑陛下决断时，怎么没想过高抬贵手？陛下，他们打的不光是臣的脸，而是陛下和大前皇室的脸面，一定要严惩不贷。反贼奸佞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陛下，这种目无君父的反臣贼子还要留吗？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把陛下您放在眼里。罢了，传朕旨意，李在明3人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诛，当斩首示众，斩其3族。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你们有听信刘宇的谗言，我们才是忠心护主的臣子啊！陛下，刘宇，你这个丧心病狂的刽子手，你不得好死！就算化作厉鬼，也绝不会放过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有你这昏庸无道、任人摆布的君主，还有你这暴虐嗜杀、沆瀣野心的反贼藩王，大前亡了，真的亡了！陛下，这3人满口胡言，咒我大清，怕是等到午门时问斩。焦鹏何在？末将在。替陛下清理乱臣，当即斩杀。末将遵命。末将遵命。莫要杀我，将军！我愿辞官回家，再也不掺和朝堂之事了。杀我！该你了！我李在明为官14年，日日兢兢业业，不敢有半分懈怠，最后却因你这昏君，还有你这乱臣，我现在家破人亡，我悔呀，我恨呐！你看，我就算死，也不要死在你这反贼的刀下！啊！启禀王爷，此人竟撞柱而亡，末将未能亲手宰了他，是末将无能，请王爷责罚。无妨，死了便是。陛下，这3个乱臣贼子已然伏诛，陛下可以安心议事。朕有些乏了，今日便散了吧。庶子，竟敢如此欺朕！竟敢如此欺朕！陛下何必为小事如此？是来看朕笑话的！朕为庶子欺辱，心很痛快。老臣不敢，只是陛下，镇北王刘宇如此暴虐无状，连朝堂都敢当众杀人，陛下难道不应该高兴吗？何意？正所谓欲让人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这刘宇如此暴虐无状，横行霸道，天下世家又能有几家愿意跟随他呢？刘温，你倒是点醒了朕呐！
那庶子在漠北搞什么探丁入亩、火耗归公、官绅一体纳粮，这简直就是笑话。在漠北可以，在京城他还敢如此嚣张？他不把那些世家大族放在眼里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陛下，您没有子嗣，所以臣斗胆问一句：若是那镇北王刘宇被您逼杀，那剩下的皇室子弟又有谁能担得起继承大钱的重任？怕是刚登位就成了世家大傀儡。刘文呐，自朕为秦王时，你就是朕麾下幕僚，咱们君臣这么多年，我也不瞒你。谁说朕没有子嗣啊？春秋鼎盛，朕老了，也是时候为朕的子嗣铺路了。他刘宇手握80万镇北军权，这等势力，朕怎可能让他再活着？原来如此，陛下竟早有布局，是老臣愚钝了。既如此，那镇北王刘宇便非死不可。只是眼下世家对他还抱有幻想，觉得能拉拢一二。老臣以为咱们得添一把猛火，彻底粉碎他们的幻想。快说，你有什么主意？陛下可暗中对外散播消息，就说陛下对镇北王极为认可，已有意定他为继承人。还打算把他在漠北搞的土地改革，在大前全境推行。这样一来，那些仕途勋贵指定急了。刘温啊，刘温，你真是朕的股肱之臣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朕的好侄儿啊，该接招了。王爷，您今儿在朝堂上也太牛了，竟然连陛下都得顺着您的话来。依末将看，这大前的江山迟早是王爷的囊中之物。莫要大意，我那叔父当了30多年皇爷，能坐稳当一，可不是简单角色。等着吧，他的短期很快就会来。殿下，请留步。左相，你特意叫住本王，有什么事？前世只当王安庸庸碌碌，随波逐流，可如今回头想，朝堂上几次派系倾轧，最后都是他毫发无损，坐收渔利。这城府深不见底，他此刻冷着，到底想做什么？殿下，可否进一步说话？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可传于六耳。左相有话直说便是。邱将军随我在漠北打过匈奴，挡过剑雨，他的忠心比这京城的城墙还硬。直接说吧。那好吧，殿下应当知晓，陛下膝下无子啊。本王自然知晓，这在大前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。左相为何突然提这个？确实如此。按礼法，若将来陛下荣誉禀天，殿下便是最合规矩的继位者。而若是臣说陛下他其实有一个私生子。什么私生子？这怎么可能？本王何止知道他有私生子，还清楚王爷这就是嫡妻。只是王安这为何主动把这机密弄出来？没错，陛下有一个私生子，而且那个私生子还敬，正是当今状元刘启。刘启，我说怎么觉得这小子长得这么恶心？原来是一脉相承啊！谢左相告知，左相告知此事，想必不只是为了让本王知情吧？不知左相有何交，还是别有意思？不过既然想在本王身上下注，光凭一个本王早已知晓的消息是万万不够的，你还得拿出诚意才行。按常理，老夫说出这消息，怎么如此平静？难道他早有准备？不敢弹指教殿下，我只想告诉殿下，我江南士族任凭殿下驱使。既如此，本王便也就不客气。或许数日之后还会有大事发生，届时本王要你带着江南士族直接站队伍。老臣明白，定不负殿下期望。
王爷，我镇北80万大军已入雍州地界，按常规行军1月半可尽数入京。若加紧脚步，估计兵力损耗1月便能到。无妨，不着急，让兄弟们多歇歇，养足了精神，才能为本王好好效力。是。对了，王爷，宫里传出消息，说陛下有意传位于你，还打算把咱们在漠北推行的摊丁入亩、官绅一体纳粮在大前全境实行。叔父，你终于出招了！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学宫里的那些儒生把咱们镇北王府给围了。什么？一群儒生还敢围住王府？王爷，走吧，去看看陛下打算怎么对付。镇北王刘宇身负漠北守土之责，却弃边防于不顾，窜回京城逞凶作贼，当众弑杀御史大夫，还逼皇上亲自给忠臣降罪，这般无法无天的暴虐之徒，安敢做我大前的藩王？刘宇，滚出来！人做不敢当是吧？谢兄所言极是，好叫诸位看清，这王府里的根本不是什么天王贵胄，是实打实的逆贼。他拥兵自重，却忘了一切都是陛下赐予的。这般不忠不孝、无君无父之辈，尔等还傻傻护着他吗？可没有镇北王，匈奴早该南下了。往年冬天他们抢粮抢人，谁能拦得住？是啊，镇北王没去戍边时，每年粮饷征一次又一次，家里粮都被刮空了，也没挡住匈奴。现在你们要赶他走，我们岂不是又要多交粮饷？就是啊，我家去年还靠王府放的救济粮过得冬，匈奴要是再来，谁护着我们？不能赶镇北王走啊！你们这些贱民愚民，缴纳粮饷是天经地义的本分，是你们身为大前子民的义务，也配在此智慧。往年不多征粮饷，因为陛下心善体恤百姓，那是陛下的功劳。你们倒不感恩戴德，反而把这些好处全算在刘宇身上，如此罔顾事实，也不怕陛下定你们一个不敬君父之罪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们错了，大人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乱说了，错了。现在认错晚了。本人把这2个带头胡言乱语的刁民拖下去，给我抓起来，关入大牢细细拷问，看看是谁在背后挑唆。救命啊！莫要抓我，莫要抓我！镇北王，救俺呐！俺帮你说话，你不能不救俺呐！慢着！你们真是不知死活，敢跑进王府内叫嚣！你们真是不知死活呀！竟然敢跑进王府内叫嚣！刘宇，你总算敢出来了！躲在王府里当缩头乌龟，怎配得上我们大前藩王？一个暴虐无道的乱臣贼子，当朝弑杀御史大夫，逼迫陛下屈从，桩桩件件皆是滔天罪孽，还不速速束手就擒？而今你唯有削官去职，褪去你这满身荣华，亲自去金銮殿向陛下请罪，去文庙向天下读书人谢罪，方能有着半分回主之力。否则我大前留你不得。我看呢，光是请罪还不够，你得负荆请罪才行。枭雄此言差矣，负荆请罪怎么够？应该一步一拜，从这里跪到金銮殿，这样才能证明他认错的决心。正所谓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如果这样，陛下一定会放你一条生路。杨兄所言极是，所言极是。事已至此，还不乖乖认罪？没错，还不速速认罪！莫要让我等亲自擒了你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后悔。本王刚刚到底听见了什么？让本王认罪？你们真的不想认？刘宇，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还想负隅顽抗？你以为你抵得了一时，抵得过一世吗？天下士卒是不会容你的。镇北王，我敬你为我大前保土守疆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肆意侮辱我大前士卒，残杀我大前忠臣，还不快快认罪认罚，省得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不体面下场。本王真是错，大错特错。刘宇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既然你已经知错，那就随我等一起去见陛下，我们会一起为你说话，保住你这条性命。刘宇，你要干什么？不是想落我大前世子不成？本王最大的错就是在京城杀的太少了，以至于你都忘了在漠北那匈奴人叫什么？是啊，这镇北王可是被匈奴称作人屠的存在啊！屠城灭族，车轮放平，鸡犬不留。
我们是怎么鬼迷心窍去惹他的呀？你怕什么？他不过是一个侥幸打赢几次仗的藩王罢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尘土？嘿，刘宇，难道你要犯下滔天大罪，开城罢休吗？你是真的不怕死？若我死，你能弥途知返，虽死何惧？好，是一个好计。不过有句话你说错，本王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何来的弥途知返？报上明了，本王的剑下不杀无名之辈。臣君谢氏，谢丑安。我家养氏150年，仗节死义，就在今日。琅琊王氏猛鬼，神灵萧氏萧清，弘农杨氏杨学平，洛府寒门全宋。你既是寒门，为何来本王这里送死？虽是寒门，却心怀大义，以身报国，有何不可？愚蠢！为什么不杀我？难道就因为我出身寒门，连被你杀死的资格都没有吗？本王杀他们，是因为他们从生下就靠吸百姓血活着，吃的是百姓血汗，身上沾的是黎民鲜血，他们罪该万死。而你不过是被人蒙了眼，洗了脑的愚昧，何错之有？可是他们说他们做的是对的事情啊！哼，正确的是，本王在漠北清丈田查收世主私庭，为的就是让百姓有地种；在漠北兴建学府，为的就是让寒门学子能读书做官。这些事，他们做过哪一件？他们只会压迫百姓，只会让大钱子民家破人亡。没有就对了。今日本王就把话撂这。漠北青田只是开始，大钱的每一寸土地都逃不掉。即使是传了千年的世家的家族，只要他们敢阻拦我为百姓谋福，本王就让他们家破人亡，破家灭族。恭喜陛下，这借刀杀人的计策成了。朕也是没想到啊，这好侄儿竟这般强硬，半点不给大钱世家留颜面。便是朕面对那群盘根错节的大族，也要暂避锋芒。没想到他竟敢直接动刀。也许他觉得手握80万镇北军就天下无敌了，还是太年轻啊，没看透世祖传承千年的根基到底有多深？想必现在那些世家大族正在谋划着怎么除掉刘宇了。朕倒是想亲眼看看这人屠刘宇是怎么栽在那些世家手下。陛下，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。刘宇虽自作自受，已成必死之举，但他一死，这80万镇北军没了主心骨，必然分崩离析。若不能及时攥住军权，吃下这块肥肉，恐生变数，大钱社稷难安呐。无妨，朕已经派了心腹赶去漠北，拿着朕的密诏找军中旧部，只待刘宇死讯传到，便能立刻接管镇北军权，安定天下。陛下深谋远虑，算无一策，老臣佩服。哎，这局朕赢了。陛下棋艺精湛，步步为营，老臣技不如人，心服口服啊。王管家，这当街刺杀藩王是抄家灭族的滔天大罪啊！真的能压下来吗？孙都尉尽管放心，有4大家族联合作保。别说刺杀一个藩王，就是再掀起点更大的风浪，也能稳稳压下。只要事成，你就是世家的头等功臣，以后要什么金银官职府邸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在下便搏一搏这泼天富贵。事成以后，希望阁下信守诺言，保我们兄弟过上富贵的生活。绝不食言。来，饮胜，饮胜！蠢货，真以为泼天富贵这么好呢？无论成与不成，你都必须死。你活着一天，世家就多一分隐患，哪能留你？他来了，来了！
成了，王管家，镇北王刘宇已伏诛。刘宇死了，就这么简单？嘿，王管家，您就放100个心吧。10几家重弩齐射，箭杆现在还在马车上颤呢。别说他刘宇是凡人，就算他是天神降世，也被射成筛子了，留无半条活路啊！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可以放心了。是啊，放心了。是该放心了。你为什么这样？你不是说杀了刘宇就保我们一生富贵吗？怪就怪你太天真，连这话你也敢信？刺杀藩王这种脏活你也敢接？说你一句自寻死路，有什么问题？谁干的？不愧是镇北王，镇北王，谢谢你了。刘宇他不是死了吗？他还活着。他竟真的活着！不行，我得赶紧跑。王管家，这是要跑去哪儿啊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怎么找到你的？几天前，你和孙旺在酒楼包间密谋的时候，本将已经派人盯住你了。你以为你联系城防兵准备中毒，就能瞒过所有？走吧，陪本将一起面见王爷，说不定你老老实实交代幕后主使，还能饶你一条性命。我既为主家办事，岂会贪生怕死？牙齿藏毒，等等！末将无能，未能生擒王管家，让他自杀，断了线索，误了王爷明察幕后主使的事，是末将失职，恳请王爷惩罚。惩罚的事先搁着，这批刺客的来路你查清楚。看王管家的形势和人脉，应当是京城4大家族中的人出的手，可他这意思就省得直接指认他们的人证。现在，舅婆，你跟着本王在漠北杀了这么多年匈奴，怎么还是没长进？王爷，是属下愚钝，让您失望了。谁告诉你本王杀人需要人证？既然是那4大家族嫌疑最大，那他们就该死。就算是有人想借他们的手来试客，他们我这把刀也不同意。末将明白，我这就去点兵，把京城4大家族全围了，抄家灭族，一个不留。好，舅婆，还算你有点眼力，就当是将功赎罪。不过记住，杀进去之前，要把那些欺男霸女、欺负占便宜和私吞赋税的人都抓起来，让百姓都看清楚。毕竟咱们是来清君侧，而不是来造反的，明白吗？末将明白，定不负王爷所托。镇北王何在啊？平时嚣张跋扈也就罢了，如今连早朝都不来了吗？陛下息怒，只是镇北王中途耽搁了，想来再过片刻，定会前来向陛下请罪。你倒是处处替他说话。罢了，不等了，直接议事。陛下有令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镇北王刘宇目无王法，无故斩杀臣等的子嗣，求陛下为臣等做主啊！请陛下为臣等做主啊！哦，镇北王竟敢杀你们4大世家的子嗣，他当真如此胆大妄为，连世家子弟他都敢动？陛下，那镇北王暴虐无道，半点皇室气度也无。臣的犬子不过是想进谏于他，竟被他当场斩杀，求陛下为臣等主持公道啊！右相，你素来掌管军中事宜，他们所说是否属实？陛下，几位同僚所言句句非虚，诸位公子皆是忠心为国之辈，因不忍见刘宇祸乱朝纲，才前往王府觐见。
既其能浪子回头。岂料刘宇全然不顾体面，当街将他们戕害，此举着实丧心病狂啊！镇北王竟暴虐至此，连觐见的世家子弟都敢杀，他眼里当真没有王法了吗？陛下，朕的孩儿死得冤呐！他不过是劝了镇北王2句，就被他一剑刺穿心口。求陛下下旨，将刘虞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，以正国法，安天下人心呐！镇北王犯下如此大罪，不成不足以安民心，传朕旨意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怎么，左相？难道你与刘宇串通好了，要一同欺瞒朕吗？老狗先前处处维护刘宇，如今竟还敢拦朕的旨意，看来是真铁了心要倒下那庶子了。陛下明鉴，老臣绝非为镇北王求情，只是觉得右相与王大人所言未免有些言过其实。镇北王素有刚直之名，断不会无故戕害世家子弟。陛下若只听他们一面之词，便贸然下旨，恐会落入他人算计，将来悔之晚矣呀！哼，言过其实，那朕倒要听听他们究竟怎么言过其实。你倒是说出个子丑寅卯，看你怎么替刘宇辩解。陛下，这群逆臣全是一派胡言。王立他那孽子哪是去觐见，他是去镇北王府门前撒野骂街的，像泼妇般胡搅蛮缠，全然不顾皇室威严所在。这般以下犯上，不杀他，我皇室的颜面何在？陛下的威严何在？王爱卿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陛下，这王安与刘虞乃一丘之貉，我儿子只不过是骂了2句，也不是他被杀的理由啊！再说了，我们琅琊王氏传承1000载，自周天子时是钟鸣鼎食之家，根基深似海。你们这群没根没底的南蛮子也配和我王氏比？再说了，你们对皇室说几句，那叫目无居威；我们说2句，那是忠心进谏呐。陛下，臣斗胆问一句。问，敢问陛下，这大千天下究竟是刘家的天下，还是世家的天下？难不成如今世家子弟都能凌驾于皇室之上，和陛下共分天下了？王安，你放肆！陛下，这王安定是老迈昏聩，头脑不清，才说出这般悖逆之语。臣恳请陛下即刻将他逐出朝堂，待他清醒之后再行发落，以正朝纲。陛下，这王安是真疯了，快将他逐出去才是正理。臣等虽是世家，但自始至终都是陛下的臣子，忠心耿耿，怎么会有共天下的荒唐念头？他定是被刘虞蛊惑糊涂了，疯了，真是疯了！纵然大前早就是世家与皇室分治，可这层君臣的窗户纸绝不能戳破。王安这老东西是想把所有人都拖下水。左相向来体恤民情，不过是一时着急说错了话，何须小题大做，逐出朝堂呢？难道尔等认为朕连这等气量都没有了吗？臣等不敢。王安这条老狗可不能倒，他倒，江南士族在朝堂上就没了主心骨，朝堂平衡就破了，留着他才能牵制世家。陛下宽宏大量，臣等钦佩，但镇北王刘宇目无王法，残杀世家子弟，却是事实。臣恳请陛下即刻处置，以安士族之心。镇北王，你怎么还不出现？难道你真的认了罪？我是出了意外，臣已经拼尽全力替你拖延了，再等下去，一切都晚了。启禀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镇北王在长安街遇刺，锁成马车，被重弩射成了马蜂窝，箭羽还插在上面，目前生死不知啊！你们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当街刺杀皇室贵胄，刺杀我大前藩王！你们是想造反吗？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等做的？不过是刘宇树敌太多，遭了仇家报复，也敢往我们头上扣帽子。陛下，求您为臣等做主啊！我等皆是传承100年的世家踏族，若想对付刘宇，何须用刺杀这种龌龊手段？若是我等做的，又何必在朝堂上控告他自报行踪？
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朕岂能不知是你们4大世家干的？只不过朕没料到你们竟敢直接撕破脸皮动手。也好，省得朕再费心思挑唆了。陛下，你岂能如此敷衍？若不严查刺杀之人，今日能刺杀镇北王，明日就能刺杀皇室子弟，否则大前皇室人人自危，陛下的威严何在？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右相，你觉得呢？陛下，微臣以为严查刺杀凶手固然重要，但眼下当务之急是处理漠北的乱局。镇北王已死，漠北群龙无首，那80万镇北军若没了约束，化作乱兵南下，对大前而言便是灭顶之灾呀！漠北之事事关重大，众爱卿有何谏言，速速启奏，莫要耽误了时机。启禀陛下，臣有一策，可解漠北之困，保我大前疆域安稳。哦，那你便说说，朕倒要看看新科状元郎能有什么高招，替朕分忧。是，陛下。微臣斗胆直言，所谓漠北，名义上是我大前疆域，实则早已成为镇北王刘宇的割据之地，军权、财权全部在他一人手中，使那里的百姓心中只有镇北王，却没有陛下。因此，我大前若想稳稳吃下漠北，定要先断了百姓的念想，彻底碾碎他们为镇北王复仇的可能。是这个道理。所以，微臣看来，我们只需做到3件事，便可毫无顾虑地将漠北吃干抹净。哦，哪3件事？第一，镇北军上下军官需悉数换成忠于陛下的人。刘宇的旧部全部驱逐军营，要么发往南疆戍边，要么贬为庶民，绝不允许继续留在这里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断绝他们私下联络、起兵造反的可能。此计不错，断了根，才能牢牢掌握住军队，漠北不至于成为脱缰的野马。第二，立刻推翻新政。刘宇搞的什么清丈铁母、兴建学府，看似复了漠北，实则是把漠北变成了自己的小朝廷。我们只需搬回从前的政策，使漠北重新变成积贫积弱之境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那里出现第2个中央，威胁陛下的统治。好，漠北脱离朝廷管控太久，难免再生异心。你这招釜底抽薪，甚合朕意。这第3点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加税。漠北推行新政已经10年，藏了不少油水，百姓手里有钱，士卒手里有粮，就连镇北军的军饷都比京城禁军多。我们此番加征赋税3倍，既能填满国库，又能削弱漠北的财力，一举两得，定能安定朝野。好，得状元郎如得至宝。有此3策，我大前何愁不安？何愁漠北不在我的掌控之中？慢着，孤王还没死啊，就想着分割孤王的遗产啊？刘宇，你怎么还没死啊？你这废物都还活着，本王怎么能死？刘宇，你放肆，竟敢在殿上动手伤人！罢了，李公公，扶状元郎下去救治。镇北王，朕知道你遇到刺客偷袭，心中火气甚大，也正常，朕理解。你可有受伤？谢陛下关心，臣早料到有人会动手，所以就提前换了马车，并未受伤。没有就好，若没了你，朕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漠北事宜。哦，臣刚刚还听到陛下和状元郎在商量换军官、废新政、加赋税的事情，又为何不知怎么处理了呢？朕那是怕你出了意外，提前做个打算。你若安然无恙，那漠北今后还是由你继续主政。谢陛下恩典。不过，臣要状告着京城4大世家，当街刺杀藩王，胆大包天，意图谋反。请陛下立即下令，将此4人满门抄斩，以正国法。
陛下，微臣冤枉啊！那镇北王乃是皇室藩王，我们岂敢行刺于他？这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呀！哼，王爷身为刺杀案的受害者，亲自出来指认你们，证据确凿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想狡辩抵赖不成？王爷，如果说我们刺杀可有真凭实据，不能仅凭一句话就定我罪名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贻笑大方，说我们大清朝堂不讲法理？这个是我从刺杀暗卫头领搜出来的玉佩，内侧写着王家的家训。王大人，这玉佩不能也是别人冒充的吧？镇北王，我王氏家族虽常用玉佩标识身份，可是也并非我们家族每个人都有，在市面上也有仿造。那要是被人盗取、仿制，再栽赃给我，也并非不可能。仅凭你镇北王一块玉佩，就要定我们琅琊王氏的谋逆之罪，那我肯定不认。王大人真是巧舌如簧啊！那本王便排除你们刺杀的嫌疑。王爷明察秋毫，真是保境安民的栋梁啊！等会儿还没完呢，来人，把我要的东西搬上来。诸位，猜猜这本账册上记的是什么？这还能记什么？记的就是你们京城4大世家这些年来欺男霸女、贪赃枉法的证据。念给他们听听，也念给陛下和满朝文武听听。嘉庆2年，琅琊王氏强占西州良田3000亩，百姓不从，便动家丁商人，前后杀害西州百姓500余人，因失去田地无粮可吃，冻饿而死的老弱妇孺不计其数。胡说，满口胡说！那良田是我们拿银子从农户手里边买过来的，怎能说我们是抢呢？这纯属是栽赃诬陷。继续念。嘉庆5年，兰陵萧氏为私吞常州金矿，诬陷矿场附近陈家村村民通匪，连夜派兵围村，屠空陈家村上下307口，连3岁孩童都没放过。胡说八道！我兰陵萧氏世代忠良，岂会做如此伤天害理的龌龊事？这书册定是你们伪造的。够了，不必念，这一整箱书册装的是你们京城4大世家这数十年来的罪状。欺男抢女、私吞赋税、霸占良田，这桩桩件件够你们满门抄斩灭族3次。就这些书册，只要我派人连夜赶造，我能让明日整个大前州府都是你镇北王屠城暴虐的书册。不过是胡编乱造的书册，不能作为证据，还望镇北王明鉴，莫让小人欺骗，最后落一个滥杀的骂名。镇北王，你干什么？说不过你就动手，这么怕？我等可都是传承1000年的世家，你要是杀了我们，这天下的读书人都会不满，这将来大钱可要大乱呐！哼，刘宇，休要胡闹！金銮殿乃朝廷重地，岂容你随意动刀？这些罪状都有受害者的口供、私藏的账簿当佐证，岂能胡编乱造？就算是真的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等世家大族传承1000年，乃真正的贵族。他们那些贱民，看我们一眼都算是僭越，就算杀了他们，又有什么关系？陛下，您听到他们所说的吗？他们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云端，视百姓如同草芥。如果您不是大钱的话，而我又不是大钱的藩王，那我们也会变成他们口中的贱民。陛下，您是真命天子，95至尊，怎会和那些贱民相提并论？
臣等绝不敢轻视陛下，我们只是觉得比那些平民百姓尊贵些罢了，求陛下明鉴呐。尊贵些？这天下所有的土地、财富、百姓，全部都是朕的。这天下百姓都是朕的子民，谁给你的狗胆，竟敢说自己比朕的子民高人一等？微臣错了，臣等也是你的子民，是臣猪油蒙了心才说胡话，求陛下宽宏大量，饶臣等这一次吧。哼，这次朕便饶你一次，过去的事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你记住，以后休要再恃宠而骄，轻贱百姓，否则哪怕你家族传承1000年，朕一样让你满门抄斩。敲打几句就行了，哪能真灭了他们？世家若是没了，那江南氏族和北方世家的平衡可就破了，朕又怎能安心将皇位传给刘琦？谢陛下宽宏大量，臣日后定能安分守己，绝不敢再犯。慢着！哦，镇北王对朕的处置不满，还是朕在金銮殿说话再无用处？陛下的话是天线，一言九鼎，臣不敢有异议。但是臣得知了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说。臣是想告诉陛下，若这4人之后再贪图良田，欺男霸女，不必再将他们满门抄斩，只要将他们的枭首斩首示众即可。你竟如此好心！你究竟对我们王家做了什么啊？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约莫这1个时辰，邱鹏应该回来了。镇北军统领邱鹏求见陛下，求见镇北王。启禀王爷，京城4大世家人足已伏诛，末将带人围住4家府邸，从主宅到旁支，男女老幼一个都没跑掉。刘宇，你好狠呐！狗贼！我要杀了你，替我谢家满门报仇啊！刘宇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放肆！尔等逆贼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，胆敢冒犯王爷？陛下宽宏大量，本来想给你们留一条活命的，但是他们不领情啊！这1000年流传的一脉香火，可惜啊！刘宇，陛下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是觉得臣此事办得不妥，还是心疼您的这些忠臣呢？不是，镇北王替朕分忧，铲除世家有功，赏1000金。多谢陛下赏赐，臣就却之不恭了。陛下息怒，刀剑无眼，小心伤着自己呀！庶子，朕要杀了你！朕要杀了你！陛下，您又动怒了。治理天下需静心，这样急躁反而容易乱了分寸。那刘宇如此欺辱朕，根本不把朕这个皇帝放在眼里。4大世家说杀就杀，你让朕怎能不怒？让朕怎么冷静？去端杯茶水来，给陛下消消渴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 4大世家覆灭，难道不是好事吗？好事？4大世家没了，你让朕拿什么去制衡权贵？拿什么去制衡士族？难道你想让朕的子嗣都成为傀儡吗？那就把碍眼的人一并杀了。一并杀了？没错，一起杀了。如今镇北王不是正嚣张吗？ 正好借他的名头去绞杀那些世俗权贵，只要将这口滥杀的锅死死扣在镇北王头上，陛下方可高枕无忧。可是，要是把他们都杀了，那就更没有人能制衡得了刘宇了。他手握80万军权呢，你让朕以后怎么治住他？没错，如果陛下这么做了，那么除了陛下，没有任何势力能与镇北王对抗。那你提这个建议有何意义？难不成你早就投靠了刘宇？你想借朕的手替他铺平道路，然后用朕的皇位给你的前程开路？
陛下明鉴，微臣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事到如今，微臣只想问陛下一个问题：陛下愿不愿意一时的骂名，换将来陛下的亲子能安稳继承大统，不做刘裕的傀儡？你究竟想要朕如何做？为什么还会说朕会留下污名？因匈奴入关，杀刘裕，允其入城，略劫10日。刘温，你胆大包天，这样祸国殃民之言，竟是从你口中说出。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？臣的一切都是陛下给的，君要臣死，臣没有半点怨言。只是镇北王手握80万重兵，那可是80万。如今大前已经没人能挡住镇北王了。就算是陛下您，就算您召集天下所有兵马，也绝不可能赢过他。朕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要靠引匈奴入关，用百姓的性命做赌注，才能保住朕的皇位，才能保住朕的江山。陛下，别再犹豫了。若是陛下不想让皇子继承大统，那大可以在明日早朝就宣告禅位给镇北王，至少能让他对您有几分名义上的感激，不至于在上位后抹黑你的名声。可若您想让皇子坐稳江山，就别再优柔寡断。现在做决定还有取胜的机会，再拖下去，连这点机会都没了。吾儿聪慧过人，定能继承大统，成就千古伟业。既然陛下已经下了决心，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选一个能出使匈奴的人，而这个人选必须让匈奴信得过才行。光禄勋程胜，他素来对朕忠心，派他去如何？忠心虽有，但分量不够，匈奴不会相信，不可。宗正刘长，他是皇室宗亲，辈分高，他分量够。分量是够了，但您忘了，刘长素来迂腐，守着礼法纲常不放。您让他去办引匈奴入关这种事，他真的会支持吗？说不定半路就会反水，把事捅出去。那就只有派朕的亲子刘琦了。刘琦，金科状元，刘琦乃陛下亲子。正是。哈哈哈哈哈！天助陛下！刘琦有状元之才，心思缜密，办事稳妥。只要能继承大统，再加上陛下清除完士族勋贵的朝堂，必能让大前中兴。到时候，陛下今日的骂名，早晚有恢复的机会。但陛下现在的重中之重是让刘琦恢复皇子的身份，然后加封为王。如此这般，才能让匈奴信任啊。不过刘琦知道他是陛下的亲子吗？朕这就召他入宫，告诉他这一切。微臣先行告退，不打扰陛下父子相认。你来了。臣刘琦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家中可好？启禀陛下，微臣父亲早亡，母亲于2年前病逝，如今家中只余臣一人矣。你父亲没死？陛下，你父亲没死，而且就在你面前。陛下的意思是？没错。你应该唤我一声父皇。我竟然是大前的皇子！本来没想这么早告诉你，因为朕还没有为你顺利继位铺平道路。但是现在朕不得不说，再晚就挡不住刘宇了。陛下，不，父皇要儿臣怎么做？你很聪明，把大钱交在你的手上，朕很放心。不过，朕接下来要做的事很可能会死。你若是不同意，你还是你的状元郎，还可以继续过你安稳的生活。父皇，儿臣绝不畏死。好，朕要你联络匈奴，引匈奴入关，剿灭不臣。什么？镇北王竟将父皇逼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儿臣
听父皇的。朕明白你的挣扎，朕又如何愿意让匈奴肆虐我大前腹地？那毕竟都是朕的子民呐。可是要成为皇帝，就必须有所取舍。儿臣明白了。既然如此，明日早朝，朕便公布你的身份，给你封王。毕竟想要出使匈奴，你还需要一个有分量的身份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臣弹劾镇北王刘宇御前无状，哈欠连天。方圆，你不要命了？连镇北王的杀神你也敢弹劾？怕死就不要当言官。我是说，你至少找个大点的罪名去弹劾。你要因为这事被杀，让史官怎么记你？不说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关你屁事啊！你行了，来人呐，给镇北王搬张椅子来。谢陛下。朕今天召众爱卿前来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朕遗落在民间的儿子找到了。终于忍不住要揭露刘琦身份了吗？是想把刘琦推上来跟本王打擂台？敢问陛下，皇子是何人？可曾籍贯？若是籍贯，那是我大前之福，我大前后继有人呐。方圆，你疯了！镇北王就坐在前面呢。琪儿，进来吧。刘琦，他竟是陛下的儿子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孤刘琦，见过诸位同僚。臣刘温参见殿下。臣等参见殿下。众卿快快平身，孤着实有些难安呀，快快平身才是。你确实应该难安，你不过是刚成为皇子，就让众臣向你朝拜，莫不是现在都想登基称帝？镇北王教训的事，臣弟知错了。恭喜陛下，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亲生子嗣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！能够得到镇北王的认可，那便最好。陛下，皇子刘琦既已巡回，又早已籍贯，按我大前惯例，理应封王。祖宗之法不可变。其儿既已籍贯，是到封王的时候了。众爱卿觉得，朕该给刘琦什么封号呢？陛下，微臣觉得不该封王，而今大前储君未定，应封其为太子，以安大前民心呐。朕自然也想封其儿为太子，可要是朕这么做的话，只怕刘宇当场就要造反了。哎，其儿刚刚找回，还未立功，怎可直接封太子？还是应该封王。右相，你觉得应该封什么称号啊？回禀陛下，刘琦乃陛下独子，更是长子，封晋王最为合适。陛下觉得如何？好，就依右相所言，即日起，其儿你便是。本王不同意。镇北王是有异议？不错，微臣确实有异议。这皇帝在民间流离失所，刚认回陛下膝下，就封一个晋王，差点意思。那依镇北王的意思，该给其儿什么封号呢？微臣觉得应封皇帝为温饱王。毕竟陛下得想啊，皇帝在民间吃不饱穿不暖，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最缺就是温饱这二字，所以臣觉得温饱王最为合适。可我从未有过吃不饱穿不暖啊。诸位觉得本王说的对吗？好，镇北王说的太对了，温饱多么衷心的祝愿呀！
臣王安见过温宝王。臣等参见温宝王。莫要冲动，莫要冲动啊！哼，你不过一介藩王罢了，皇子封王，又岂是你能智慧的？温宝王，多么可笑的名字！你怎敢如此欺辱皇子？你要记住，你只是一个藩王罢了，不是大前储君。他刘琦才是大前正统继承人，他才配继承大统，而你永远只配是个藩王。本王本是一番好意，却被你这佞臣曲解为欺辱，本王很是寒心啊！就算本王想留你一命，陛下也留不得你啊！今日，臣便替皇帝除掉这佞臣。启禀陛下，这祸国殃民的佞臣已被臣处死，陛下可以安心讨论给皇帝封号的事情。朕也觉得纪王这个封号不适合其儿，众爱卿还有何建议啊？启禀陛下，微臣觉得镇北王说的温宝王最为合适，望陛下采纳。这温宝王的封号确实不错，只是以温宝王为封号的话，我大前的礼法该如何自处？要是让那些藩属国知晓，岂不是有损我大前天朝上国的形象？陛下多虑了，那些不过是罪尔小国罢了，臣迟早会带着大军将其踏平的。陛下何须在意他们的想法？您说呢？好，既然镇北王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朕便不再犹豫了。刘琦，儿臣在。即日起，朕便封你为大前武温宝王。谢父皇恩典。温宝王，好一个温宝王！王爷，你也太会起名了吧！小矮，别笑了，不就只是一个封号吗？王爷，这可不能用指示啊！这温宝王的封号一出，刘琦就别想再跟王爷您抢储位了。除非本王死了。正是如此，这样羞辱的封号，皇帝都答应的这般爽快，只怕背后的图谋不小啊！无妨，本王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，到时候再多的阴谋诡计，都只能在本王的铁蹄之下碾成齑粉。王爷神武盖世，老臣佩服。王爷，李公公求见，他是从后门进来的。可是常伴陛下身旁的那位李大半，找他进来。是。小李子拜见镇北王，请镇北王收奴才当狗。起来吧。谢镇北王。李大半，本王很好奇，你是陛下身边的红人，为何会想给我一个藩王做？莫非是陛下给的不够多？并非如此，老奴只是觉得不能再助纣为虐了。老奴不想让后世说老奴是个没用的废物，是叛徒。老奴还想风风光光的去见祖宗呢。怎会如此？陛下究竟想做什么？那天我被使唤去端茶。事到如今，微臣只想问陛下一个问题：陛下愿不愿意身后名，换陛下亲子继承大统？你究竟要朕做何事？为何会叫朕污了身后名？引匈奴入关，杀刘宇，允其入城，劫掠10日。陛下答应了。陛下答应了。老奴虽是一介阉人，却也有国家大义。如果匈奴入关，我大前的百姓该受到怎样的肆虐呢？皇帝呀，
他可是我们大前的皇帝呀！他怎么能如此不把百姓当人？他还配做我们大前的皇帝吗？王爷，末将请命，即刻杀入皇宫，夺了那狗皇帝的鸟位。即刻杀进皇宫？亏你想得出！就凭现在京城里这2000镇北军，打下来了还好，要是打不下呢，那咱们这奉天靖南真成靖南之役了。你这样会让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，你知道吗？是末将冲动了，请王爷责罚。行了行了，下次别再犯这种蠢就行。李公公，后面的陛下准备派谁出使？是不是刘琦？王爷怎么知道啊？若非其用，陛下怎么会给刘琦这种封号？秋鹏听令，末将在，即刻出发前往匈奴单于，给本王好好警告一下他们，让他们收起小心思。还有，单于可曾考虑清楚？只要和我们结盟，助我大前除掉国贼刘宇。事成之后，我保证，沿途所有城市，单于皆可派兵劫掠。就算是京都，也能任由单于劫掠3日。如此，可好？你这样做，就不怕镇北王知道？该死，他也只能死。一个死人就算知道了，又能如何？温宝王，他给了你这么个封号，你若是不想跟他不死不休，那才是怪事。来人呐，给温宝王也端一盘羊肉上来。我们草原人向来好客，可不能让温宝王在我们的地盘吃不饱。哎，谢单于赏。吃完我便同意你的结盟。单于，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，咱们的结盟成了。既如此，那我便回京复命了。还望单于早日派兵南下，助我等成就大业。去吧去吧。将军，人走了，可以出来了。哎，将军，请。将军，一切都是按您的吩咐来的，可还满意？办得不错，我会在王爷面前给你美言几句的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将军请。朕已老迈，是时候该确立储君了。众爱卿，意下如何呀？陛下如今还春秋鼎盛，何来老迈一说？不过储君确实应当早立，不然民心浮动，社稷不安呐。右相，此言有理。不立储君，我大前始终人心难安。于情于理，都是时候立储了。那众爱卿觉得我皇室哪位子弟能担此储君大位啊？陛下，那必然是温宝王刘琦。他不仅是陛下的独子，更是金科状元，既有能力，又占据大义，自然是储君首选。我呸！刘琦哪一点比得过镇北王？陛下，镇北王戍边10载，打得匈奴10年不敢南犯，这是多大的功绩！刘琦一个凭空冒出来的皇子，如何能与镇北王相提并论？微臣请命，立镇北王刘宇为大前储君。臣等请命，立镇北王刘宇为大前储君。尔等这是干什么？逼宫吗？他刘宇能力不佳，压根就不配做大前储君。右相，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
你凭什么说镇北王能力不佳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左相，别着急嘛，证据会有的。你让右相把话说完。就凭他刘宇暴虐不道、残忍嗜杀，不得民心，单凭这几点，他就不配被封为储君。你说本王不得民心，就不得民心吗？回京不足1月，就杀害无数忠良，何以得民心？1个月前，你残害儒生，杀害文宗之首司马晋；半个月前，你屠杀京城4大世家满门；7日前，杀害言官方圆。这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足足2000余人死于你手，如此暴虐，怎能得天下民心？难不成你们想让这暴虐之王登上主位？你们就不怕什么时候他心情不爽，也将你们一家老小全部杀光？哼，笑话！王爷杀的哪一个不是趴在大钱身上吸血的蛀虫？若这样就丢了民心，那这大钱的民心不要也罢。哈哈哈，说得好！若是这样，本王就不得民心，那本王就用80万大军撵过去，谁来杀谁。你就只会依靠一个军队吗？当然不是，可是我有，而你却没有。要是你没了这80万大军呢？本王倒是想知道，你怎么让本王的80万大军？镇北王可知，匈奴为何派使者来京啊？就因你撕掉边军南下，致使边境空虚。如今匈奴早已集结大军，准备扣关。他们此番前来，定使百姓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真到这个地步了。而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，都是因为你的一己之私，所以还请镇北王尽快交出兵权，免得撕破脸皮，让大家颜面都不好看。尔等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提并说了吧。因为你一己之私，不顾祖宗基业，导致匈奴寇边南下，你配为人君？陛下，刘宇他罔顾我大秦江山，不配被封为储君。臣恳请陛下封温宝王刘琦为储君，并责令镇北王立刻交出调兵虎符。呵呵，你们说匈奴要破关，证据莫不是在这空口白话？本相当然有证据。刘宇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？这可是匈奴国的国书，为了让你也心服口服，此国书本相并未拆封。这国书尚未拆封，上面还挂着匈奴的信物，这的确是匈奴的国书，请右相打开看看吧。刘宇，这是匈奴的国书吧？好，今日我就当着陛下和各位同僚的面，当众打开并诵读，以证我说的没错。大前皇帝在上，无匈奴单于马哈赤在匈奴国将大前上表臣服之意，先后无匈奴国为大前之令，绝不违背。匈奴怎会向我大前臣服？右相，莫非是你看错了？右相，你不会是念错了吧？匈奴如今已然陈兵关外，不日就要南下，怎会给咱们这样的国书？这竟是真的？看懂了，王爷戍边10载，早已将匈奴打服，怎会有匈奴南下一说？你这老贼，还想夺取王爷的兵权？休想！陛下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地步，请尽快册封本王为储君，否则的话，就别怪本王再轻一次君子。且慢，这500年来，匈奴一直南侵，绝不可能送出如此国书。老狗，你究竟想说什么呀？匈奴使者就在殿外，
把他请进来，一问便知真假。臣恳请陛下允许匈奴使者进殿。宣匈奴使者进殿。匈奴单于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我不能来。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单于，这国书是你写给我们大前朝廷的？也给你们大前朝廷？你们也配？就凭你们也想让我匈奴国俯首称臣？哼，简直笑话！刘宇，听到了吧？这国书不是写给我们大前的。所以说，匈奴军队还是要南下。你若不把镇北军调回漠北，并把兵权交出来，你就是我大前的罪人。对，交出兵权，滚回漠北。哎呀，哼，说你们像跳梁小丑啊，似乎也侮辱小丑这个称呼，因为小丑都没你们愚蠢。哼，我看你才是真正的跳梁小丑。人家匈奴单于说的已经很明白了，这国书不是他们的，匈奴大军依旧会南下。谁说这国书不是我们的？什么？你方才不是说这国书不是你们的吗？怎么现在又承认是你们的了？我说你年纪轻轻，怎么脑子就不动了呢？这国书是我所写，但是不是写给你们大前朝廷的。现在听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，这国书虽是单于所写，但却不是写给我大前朝廷的。匈奴军队还是要南下，劫掠。所以说，刘宇，你还是尽早下令，让镇北军回防边境，然后把虎符交出来，否则等匈奴大军突破防线，你就是整个大前的罪人。镇北王，你还是把虎符交出来吧。日后在京城做个闲散王爷，朕相信朕的儿子是不会亏待你的。没错，刘宇，只要你把虎符交出来，你我二人还是堂兄弟，否则，还真是一群蠢货。听说你要调兵南下，还要劫掠大前的百姓，有这回事？绝无此事啊！天可汗陛下，真没有这回事吗？天可汗陛下，真没有这回事儿。我是您最忠实的仆人，怎么会率军侵扰您的领土？这都是，对，都是他，是他代表大前朝廷来找我匈奴结盟，说会带着我们的军队入关，趁四方动荡之时刺杀你。若是成功，便允许小人的军队在大前劫掠10日。小人当初答应他结盟，全然是因为陛下麾下将军邱鹏的授意呀，否则小人怎敢定下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？还请陛下明鉴呐！诸位都听明白了吗？刘琦以劫掠10日为代价，匈奴入关，助他成为储君，是这样吗？刘琦我清楚，他没有这个胆子。刚被封王，他也没有跟匈奴谈判的实力，所以真正想要结盟的是陛下。大前何至于此啊！胡说！你胡说！我何时说过要和你结盟？这上面记录的是你前往匈奴部结盟，一路上所有的行踪，你见的每一个人，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都记在这个册子上。现在，你还要狡辩吗？你居然全都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从陛下与刘温商量如何引匈奴人南下入关时，我就知道了。什么？是谁？是谁背叛朕？奴才参见王爷。李公公，怎么是你？朕还是秦王的时候，你就跟着本王，朕素来待你亲厚。怎么是你背叛朕？回陛下，正是。
陛下对奴才厚德，老奴万万不敢忘。可是陛下，您已经堕入到了魔道，引匈奴入关，允其掠夺百姓，这是君王该做的事吗？陛下，他们可都是你的子民呐！朕就该杀了你，朕早就该杀了你！什么子民，狗屁子民！一群贱民，他们就像是韭菜，割过了以后，过不久还会再长出来，谁在乎他们？陛下，您总说本王暴虐无道，可本王却将百姓当成人，而陛下表面上仁德贤明，背地里却视百姓为猪狗，何其可笑！哼，何其可悲啊！落到如今这般众叛亲离的下场，是陛下您应得的。你不怕死吗？怕死就能不死吗？不怕死还能死得稍微体面点儿。你求饶的话，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。引匈奴入关是我的主意，我现在不死，百姓的口水也能把我淹死，有什么区别？好，那本王成全你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刘宇，别，魑魅王啊不，堂哥，饶了我！我求你饶了我吧！堂弟，没关系，很快就好了。乖，别怕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已经杀了他们了，难道你想弑君不成？诸位卿家，陛下的突发心病，太医院施救无效，驾崩了。这皇上不活着吗？怎么就驾崩了呀？陛下，怎么驾崩了？陛下，老臣也不想活。陛下，混账！朕还没有死呢，朕还没驾崩呢。王爷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这可是大前皇帝，你要弑君吗？来人呐，救驾呀！你们没一个忠臣，救驾呀！不要！诸位统领，先帝已逝，悲痛无用。我大前江山不可一日无君，眼下社稷飘摇。诸位觉得当封哪位皇室子弟为新君，以安天下？自然是镇北王。没错，镇北王早世家，平乱夏，仁德与武德兼备，实乃圣王之选，自当继承大统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镇北王功高盖世，德备万民，当成大统，登基称帝。不可呀！本王只是镇守漠北的藩王，从未有过觊觎皇位之心，如何继承大统？诸位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哎，王爷，不要推辞了。哎呀，不可呀！臣等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，万岁！朕是真不想当皇帝啊！大前熙文16年，皇帝刘渊驾崩，镇北王刘宇继位，改元永乐。永乐元年，刘宇实施改革，推行新政。永乐12年，建立海陆新军。永乐14年，新军南征，吞并匈奴国倭国的都。永乐16年，建立水师，纵横海洋。永乐20年，200万镇北军发动西征。永乐24年，水师东征。永乐30年，万国来朝。今日有何事啊？陛下，
今日是各国使节前来朝贡的日子，要不您看看？开始吧。宣。尊敬的大前皇帝陛下，我为您带来了一副水晶打造的皇冠，希望您能喜欢。下一个。等等。陛下有什么吩咐？欧罗巴土地肥沃，虽然肥沃，但远不及大钱。足够了。永乐35年，镇北军远征欧洲，灭国无数。